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奔跑吧周深 cos 玉兔，颜值圈粉，携手白鹿疯狂撒糖，拉满 CP 感。治愈真人秀奔跑吧已经更新过半，很快就要跟观众说再见了。更有路透消息称，节目组已经完成了最后一轮录制。得知这一消息后，超过一半以上的观众都表示十分不舍。而他之所以能在多档综艺节目中脱颖而出，主要功劳都要归结于大魔王周深。他的加持不仅改写了节目有史以来的最高收视，还让真人秀有了更多可能。不论是真人秀情节，还是游戏挑战，都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最真实的呈现在镜头面前，既有担当，又有态度。哪怕不是周深的粉丝，也会被他传递的正能量深深感染。自打加盟跑男团后，承包了很多网友周末以来的所有欢乐，几乎每期节目都能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欢乐。在最新一期节目中，全员都化身成了中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。白鹿仙气飘飘率先登场，看上去确实像极了从书中走出来的仙女，化身嫦娥。这个角色让她来 cos 确实再合适不过了。本以为周深会 cos 哪吒一类的角色，结果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次化身成了嫦娥的玉兔，因为深得白鹿的芳心，所以取名为深深。白鹿话音一落，随后周深惊艳亮相，一身玉兔造型，颜值再次帅出新高度，显得既阳光又可爱，一路小跑，迷人微笑，不知道俘获了多少屏幕前少女们的芳心。每天都能跟周深作伴玩耍，事实证明，白鹿才是跑男团中最幸福的常驻。二人同框站在一起后，立马拉满 CP 感，直呼自己是广寒宫唯一的宠物玉兔，主要任务是睡觉，捣药和斗全月球最美的女人嫦娥，妥妥的可爱担当。飞行嘉宾则是女演员黄奕，cos 铁扇公主，格斗冠军张伟丽，张将军女演员蒋依依，西施马天宇，陶树君，孟子义，三圣母5位飞行嘉宾，其中格斗冠军张伟丽最有实力。根据节目规则，全员需前往第3个地点寻找缺失字块，收集的字块越多，越有可能补全画轴，从而让搭档真正幻化成人。第一站来到的是川沿19峰，19座山峰，峰峰相连，形成了连绵壮丽的自然景观。放眼望去，像极了古装剧中的名场面，无疑是一处打卡宝藏的。第一轮挑战的游戏是12位成员站在起点，听到开始指令，所有人朝终点前进。当听到木头人的指令，要立即停下。说白了就是升级版的123木头人。这种游戏早在王牌对王牌中就出现过。第一题模仿大猩猩，周深和白鹿默契十足，同时摆出了相应动作。第二题模仿说唱歌手，周深简单一个手势，显得特别霸气。知道的以为是奔跑吧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点进了说唱节目。不论节目组出什么样的难题，二人都能迎刃而解，凭借高默契抵达安全线。只有铁憨憨沙溢一人被甩在了身后。第二回合更是提前抵达安全线，回看看向队友时，白鹿无助小眼神，戳中了很多观众的笑点。周深也不负众望，可谓一秒入戏，直呼主子。对此，不少观众都在弹幕直呼，喝到了他们二人的糖。第二轮游戏飞跃显形，一名成员穿上特殊服装，在蹦床上弹跳，通过跳入方格区域，让隐藏的图片显形，像极了80、90后小时候都玩过的超级玛丽，只不过玛丽是顶蘑菇，跑男团是顶图案。周深第3轮挑战，走上蹦床后不遗余力，没等热身，众人就猜出了第一个正确答案。第二题老虎，第3题白头鹰，每次都被李晨率先抢答。不得不说，李晨私下里肯定没少看《动物世界》，只要跟动物有关，他都跟说出准确的答案。接下来的环节中，
周深一口气答对多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周深的影响下，白鹿接连蒙对了2题，前有郑恺，后有蝴蝶，就连周深的脸上都写满了难以置信，如同沙溢讲的一样，找着萌的感觉了。周深还不忘补充：“你不适合看，适合瞎猜。”决胜局，周深开挂，仅凭一己之力将比分改写成了11分，位居第2，距离第1名只差1分。寻找有缘人环节，女嘉宾通过摇头子的方式找出正确答案，男嘉宾则是秒变吃瓜群众，一边看女嘉宾摇头子，一边品尝美食。周深跟白鹿不愧是荧幕 CP， 都摇到了6号。得知白鹿摇到6号后，周深金句频出，直呼嫦娥，再晚一点你可以回家了，因为6号什么有效线索都得不到。有缘人孟子义选择了跟 Baby 结盟，采用的策略是随机应变。孟子义试图把锅甩给白鹿，但他说的越多，槽点越多。再看一旁的男嘉宾，像极了屏幕前的你我。白鹿后知后觉，对着周深就是一句：“原来6号在这个游戏里存在感这么低。”没得分析，无形当中为本期节目贡献了一个最大的笑点。3个女人一台戏，6个女嘉宾互踩，呈现出来的综艺效果超出了很多观众的预期。最终孟子义高票胜出，拙劣演技没能掩饰住最后。话说到这儿，本期节目最大的看点都在周深跟白鹿的身上，只要有他们2人的镜头，就会上演一出好戏。节目播出之后，周深跟白鹿第一时间就被推上了微博热搜，甚至还衍生出了周深白鹿疯狂撒糖的话题讨论。周深再次印证了那句台下小可爱，台上大魔王，颜值圈粉无数。抛开广告植入和镜头分配不均等问题外，本期节目的立意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既能看到明星们不为人知的一面，还能学习到传统文化。一档真人秀节目可以做到这点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不知道大家都对大魔王周深在节目中的表现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？